这几天，大家一定听过山东开始砸铁饭碗了，山东丈母娘迎来晴天霹雳，山东的毕业生可能要更玩命考公之类的新闻报道。这一切都源于山东近期发生的一次重大改革。山东省人社厅宣布，启动省属事业单位向企业转变的全面改革，即原事业编制将被收回，原事业编人员将转为企业合同工，改革涉及约10余万人。这么一改，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员的录用、晋升、退休辞退等，以前属于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范畴，改制后属于劳动法与劳动合同法范畴。先不说工资变化与否，单就这个性质的变化，很多人的心里可能产生极大的落差。乍一听，的确事关重大，尤其是对于崇尚吃体制饭的山东省在编人员而言，事业编被收回，无异于天塌了。因为山东人对编制有自己的执念，在山东不孝有三，无编为大。我深入研究后发现，山东砍事业编一事的确信号意义重大，但是和很多人想象的还是有差异。我们先说差异，首先，山东此次收回的事业编制属于公益3类，比如原来党委政府的招待所、设计院、研究所以及部分文艺演出团体等。这些事业单位有的是生产经营类，有的是依赖财政供养的公益类，前者改制的压力小，后者通常是难啃的硬骨头。在我老家县城，以前有个宾馆垮了后，里边的厨师、后勤等乱七八糟的人员都带编分配到一些单位了，据说连打扫卫生的大爷现在退休金都7、8千了。所以对于这件事，大家不要觉得诧异，就有体制下很多岗位看似不起眼，其实很吃香，这也是为什么一些人对考公考编存有执念的原因。这里需要科普一下，事业单位其实分为全额拨款事业单位、差额拨款事业单位、自收自支事业单位，这是按原有的财政供给方式进行分类。事业单位改革后，原来的全额拨款事业单位改为公益一类事业单位，经费由财政全额保障；原来的差额拨款事业单位和部分自收自支事业单位改为公益2类事业单位，其中有经营性质的自收自支事业单位统一转起改制。综上，山东此次事业编改革并不是取消一切事业编，而是分类施策。从文件来看，遵循的是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即原来的事业单位老人要合理安置，会按照政策标准进行经济补偿，并妥善解决社会保险问题。铁锤觉得此次改制后更多是对新人的影响，后续招新人按合同工执行，很明显有劝退用意。至于很多人提到的怒砸铁饭碗，我觉得有点夸大其词了。其一，改革向来不易，从历史规律来看，每一次的制度改革，人员削减都阻力重重，很多地方甚至越减越多，该减的一个减不掉，减掉的反而是干活多拿钱少的人。其二，改革收回的事业编制是具有盈利性质的事业单位或者不再适应社会发展的个别单位，这其实是社会发展的需要。其他党政口和机关口的公务员以及教师、医生、文博馆等具有公益性质的编制依然很铁。另外延伸一下，山东此次转起改制并非全是坏事，相关人员的雇佣方式虽然变了，但是企业的性质其实没变，他们大多做的还是垄断生意，而且改制后领导用人更开放了，这是否意味着以后关系户进入更容易了？我觉得需要打个问号。其次，山东此次实行的部分自收自支事业单位转起改制不是新鲜事，已经实行10余年了。就拿山东人社厅发布的文件来说，同名文件在2015年和2019年已经发了2次了，这一次只是在前2次的基础上延伸补充。北方城市转起改制其实大幅落后于南方，原因是复杂的，既有经济原因、财政原因，也有制度原因。为什么这一次山东决定进行铁腕改革呢？我觉得和近1年发生的2件事有关，一是2023年爆出的山东莱州事业单位男子吃空饷还骂领导，二是2024年河北纪委监委通报的邯郸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支队战前市容环卫大队长严辉虚报冒领环卫工人工资。叠加近年来事业单位改革呼声一直很高，尤其是监管薄弱、效率低下、人浮于事等现象广为诟病，很多事业单位还存在行政化供养、公共部门私有化的问题。上述2件登上热搜、网络舆情反馈不好的事件，恰恰起到了导火索的作用。再者，我们重点说说山东此次改革事业编制的信号意义。现在聊砸铁饭碗，虽然有点言不符实，但不得不承认现在的趋势的确如此，收回事业编做的是最容易的部分。也即是说，在财政压力不堪重负的背景下，接下来朝体制内方向进行改革只是时间问题。之前的视频我们说过，现在很多地方吃财政饭的教师、医生、基层公务员的工资已经发不出来了，而且很多队伍里都混杂着一些旱涝保收躺平的人。经济上行期，财政收入可观，还能纵容此类人的存在。现在各地财政缺口巨大，都在勒紧裤腰带过紧日子，这时候财政不养闲人的宗旨就要体现了。换句话说，落后产能一定会被淘汰，即未来会有更多单位从编制内剥离出去，以此来缩减财政开支，减轻地方的财政负担。现在地方的财政压力到底有多大？
国有土地出让收入和地方的财政收入是直接相关的。我们单看这一项的变化，可窥测全局。2023年全国卖地收入 5.8 万亿，同比下降 13.2%。2024年上半年继续同比下降 18.3%。如果和2021年巅峰期相比，同比跌幅更是高达 56%。这还不包括房地产相关税收的减少，以及上下游产业受房地产拖累税源的影响。粗略估计，今年上半年地方财政的缺口超过20%。再来看看今天的主角山东的财政收入情况。上半年全省税收收入2792亿元，同比下降 3.3%。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三大税种分别同比下降 6.4%、1.8%、15.7%。卖地收入方面，今年上半年山东省住宅用地出让收入只有489.3亿元，同比下降约 29%。有人可能会问，怎么又是财政压力？前些年卖房卖地的钱都去哪了？答案是花了。卖房卖地的钱其实也只勉强够财政支出，因为城市在扩围，每一届的领导都想做出业绩，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开支一年比一年大，必须不停砸钱。你可以质疑基建项目的必要性，但钱是真花出去了，而且还背负一身债务。当我们在聊山东收回事业编时，虽然名义上说改制的是自收自支的事业单位，但这些单位或多或少都享受财政补贴，所以究其根本，此次转起改制还是受地方财政紧缺的影响。接下来会不会有更多的事业单位受到影响呢？单纯看地方财政的收支缺口，答案是肯定的。即使财税改革增加地方税源，也难以扭转趋势。若说山东此次改革的信号意义，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对全国起到的风向标作用。经此一事，其他省市也需要自省自查一番了。各地到底养着多少冗员，转制能节省多少财力用于保障民生，应该付诸行动了。综上，铁锤详细分析了山东收回事业编的底层逻辑和政策导向，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诧异又合理。这其中既有财政压力的倒逼，也有适应新发展模式的需要。有一说一，对于一个考编考公大省而言，这样的改变的确是晴天霹雳，因为看似微小的调整，实际上会影响很多人的人生规划。以前很多人考不上公务员，事业编会作为第二选择，以后这事儿不仅要重新评估，年轻人更要玩命考公上岸。讲真，这些年轻人真的太难了，时代的巨变他们全赶上了。高房价、生育压力、学历贬值、就业压力，还有正在发生和即将发生的编制收回、延迟退休等，一个都没落下。这是妥妥的水逆运势，主打一个有苦全吃，有福难享。但好在现在的年轻人都无比清醒，他们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今年上半年的结婚登记数据出炉了，只有343万对，比去年同期减少了 49.8 万对。在经历了2014年到2022年连续9年结婚登记人数下跌后，2023年止跌回升，但2024年上半年再次出现下跌。回头看之前媒体大肆宣传的情人节、520结婚登记人数激增，谎言很容易就被拆穿了。短短不到10年时间，为何我国的结婚登记人数从1400万常态降至不足700万了？总和生育率也由世代更替水平降至 1.0 附近，仅高于韩国的 0.76， 位居全球倒数第二。还有往年这个时候，大家都在基于孕妇建档数据预测全年的出生人口，本该5月份就公布的数据，今年为何迟迟不公布？所谓的龙年人口反弹，或许只是另一个精心包装的谎言吧。任何事物在总量指标上出现断崖式下降，一定是支撑其数量增长的核心因素出现了180度的大转变。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年轻人不愿意结婚，不想生孩子呢？这个问题我也答不上来。高彩礼、高房价、男女性别失衡、女性觉醒独立、卷得没时间谈恋爱，这些因素可能都不同程度存在。我觉得这更像是年轻人无声的抗议。当媒体专家三令五申不结婚不生孩子的种种坏处时，年轻人丝毫不感到焦虑，因为在现在的年轻人的认知中，结婚生育才是一切烦恼的根源。不结婚不买房不生孩子，人生的快乐将难以想象。透过现象看本质，当生存环境愈加恶劣，当社会资源分配过度固化，普通人的生存信心会严重挫败，除了躺平摆烂，他们别无选择，即无法改变外界，那我就改变自己。有网友说的一句话，我觉得非常有道理，如果结婚生子是为了传承当下的幸福富裕生活，谁会愿意拒绝这种美好呢？坦白说，我对未来的婚育情况持悲观态度，这并非基于我的个人喜好，而是基于经济态势、养老压力、适龄人群等多个维度的考量。以养老资金池见底、缺口越来越大、分配扭曲这个负向因子来说，这个问题处理不好，会对现在的青年群体产生极其恶劣的影响，比如可能进一步压缩消费、投资、借贷，甚至主动断缴社保等。不要觉得我是杞人忧天，日本和韩国就是前车之鉴，单就生育率下滑的程度来说，我们比被嘲笑的日本情况更严重。要知道日本的人均 GDP 可是我们的3倍多。
从全球视野来看，想扭转这种颓势几乎不可能，但短期施策还是可以有所挽回的，前提是要拿出真金白银，而不是空喊口号。即要下大力气优化社会资源配置，造福于民，树立未来可期的公共信心。我今天说这些，并不是释放焦虑，正如我前面说的，现在的年轻人也没那么容易焦虑。再者说了，生育率低对于普通人来说并非坏事，相反，这是普通人唯一的破局之法。低生育率实际上能够减少内卷，解决资源的有限性问题。真正应该焦虑的是资本、商家以及需要劳动力的产业，因为从消费和生产等视角来看，穷人是他们最大的资产。都不生孩子了，未来他们还能剥削谁呢？